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镇观世界。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有尊严的离开。我们希望怎样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程？我觉得我能代表所有的人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要选择饱受折磨还是内心平和，我们当然会选择内心平和。如果要选择痛苦还是安乐，我们当然会选择安乐，并且我们都想没有遗憾、没有任何担忧的离开这世界，这才是有尊严的离开。想要有尊严的离开，我们常常需要临终关怀。我国每年多于50%死亡的人都需要临终关怀，但是还有很多人却不知道临终关怀到底是什么，甚至每一次一个小区准备建立临终关怀医院的时候，那里的邻居却会强烈的抗议。他们为什么抗议呢？根据老梁，所有的原因都反映出来了中国社会重优生轻优死的共同思维。老梁叔叔说的话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原因，那就是中国人比较信迷信。以前我妈告诉我不能在房间里撑伞，因为会阻止我长高，但是我觉得现在应该没有问题了吧，因为10多年没有长高了。其实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迷信，尤其是对死亡这种敏感的话题，但是中国人的迷信完全是另一个级别了。比如说送礼物的时候不能送梨子，或者不能送钟。这个其实是一个外国朋友送给我的，但是他应该不知道这个的意义，所以也没关系吧。还有据说香港有些房子没有第4层楼，因为4和死是谐音词，这些都是带有中国色彩的迷信。所以居民反对临终关怀医院的建立，因为不晦气，什么孩子每天见到跟死有关的对他的教育不利，或者那旁边没有人住，没有人做生意，因为这一辈子都发不了财。我觉得这都是迷信造成的想法。未必你住在银行旁边你就会发财吗？你住在哈佛大学旁边，你的孩子就会变成学神吗？千万不要误会我，其实我觉得我国的迷信挺有趣的，而且也表示出来一种很特别的文化。但是如果迷信可以组织人们得到周到的临终关怀的话，这个是完全不讲道理的事情，所以我无法接受。在别的国家，死亡也是一个较为敏感的话题，但是在中国，死亡这个话题却是禁忌，谁谈到死，谁就是乌鸦嘴。所以我们需要改变这种行为，毕竟死亡也只是一段新路程的开始。还有一些人对临终关怀医院有一些误解，以为那里就是送人死的地方，但是这个想法也是不对的。连锁关怀医院毕竟也是一所医院，但是他们的目标不是治疗，而是改善患者生活最后一刻的生活质量。就像临终关怀医院创办人李维帮他快要去世的朋友完成最后一个愿望一样。无论是宗教还是和病人玩游戏，医生和护士用不同的方式来减少患者的生理痛苦和心理恐惧。这样看，其实临终关怀医院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悲伤。追根究底，我国的临终关怀体系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大多数的西方国家，临终关怀已经较为发达。比如说在美国，80%临终关怀的消费是由国家医疗保险而承担的。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临终关怀都相当的重要。所以我们不仅要改变老套的想法，而且还要更加关注临终关怀的重要性，尽力的让所有需要的人能够平平安安、有尊严的离开这世界。谢谢大家收看，拜拜。OK， 没有任何担忧的离开这世界，这才是救神。I'm speaking like a Taiwanese person。所有的原因都反映出来了中国社会重优死轻优生。Wait no， 反过来。但是这个想法也是不对的。我们希望怎样走完人生最后一段 ？OK， so much effort. Oh my god. OK， 我们希望 OK， without the Justin Bieber hair flip.